美国权威刊物《大西洋周刊》曾经在世纪初进行了一次世界伟人的评选。大西洋周刊表示，此次评选的入选者都是为世界历史进程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在进行了数轮专家评议、民众投票之后，大西洋周刊公布了评选的前5名，而结果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一个苏联人，一个亚洲人位列其中，甚至这个亚洲人还力压美国候选者排在了第1名。那么这份名单上都有谁？这位力压群雄的亚洲人又是谁呢？排在第5名的是前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这个结果的意外程度了，恐怕仅次于前面提到的亚洲人入选。因为多年来斯大林在国际上实在声誉不佳，美国更是没少给斯大林泼脏水，几乎把斯大林和独裁者、暴君这些字眼绑定了。结果斯大林偏偏在美国人举办的评选之中得到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评判，这又是为什么？参与评选的诸多美国人谈到对于斯大林进行肯定的原因，都绕不开一个大事件——二战。对美国人来说，斯大林在苏联地公寓过，离他们很遥远，但二战是全世界都卷入其中的大事，而斯大林在二战中所做的一切是值得敬佩的。他带领苏联扛住了德军的疯狂进攻，打出了二战的转折点，也间接挽救了全人类的命运。还有些美国人谈到，斯大林在短时间内让苏联实现了工业化，还有他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依然把苏联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些事迹都是空前绝后的。即便美国人厌恶苏联和斯大林本人，也无法将这些实实在在的功绩彻底抹杀。分列2、3、4名的倒是完全在意料之中，他们分别是华盛顿、罗斯福、林肯。这也是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3位总统。在美国所有对于伟人的评选之中，基本都能见到这3位的名字。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元勋，虽然他的一生也饱受争议，但无论如何，他凭借一系列军事和政治上的操作，让美国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开创了历史。没有华盛顿当年的决断，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所以美国人对于华盛顿的高评价是必然的。不过美国人又普遍认为罗斯福的能力比华盛顿更值得称道。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统，甚至打破了总统连任不得超过2届的惯例。他的任期之内，美国面临着无数挑战，先是100年不遇的大萧条，随后又是席卷全世界的第2次世界大战。这些大事件都让无数国家面临着分裂乃至亡国的风险。更何况罗斯福接手的时候，美国还并不是后来说一不二的世界霸主，没有那么强悍的抗风险能力。但令人惊叹的是，罗斯福上任之后推行新政，用政府的手来调控市场，改变了资本主义市场过往自由无序的状态，使得美国有惊无险度过了经济危机。二战爆发之后，罗斯福更是做出了一系列最有利于美国的决策。最初选择中立，使美国暂时逃过了惨烈的战争。但罗斯福并非放任纳粹发展。1940年，在察觉到纳粹日益膨胀的野心之后，罗斯福开始有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纳粹进行干涉。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彻底卷入战争。此刻，罗斯福又展现出了总统的强硬手腕，与英法等国配合，挫败纳粹。罗斯福的一系列手段，让美国成为了二战中的胜利者。同时，美国也是二战中受损失最小的国家之一。人们都说罗斯福是天生的政客，他有着惊人的理智和智慧，也正是他让美国有了称霸全球的底气。不过，纵然罗斯福居功至伟，他的名次却还是比林肯要低一位。美国的历次民意调查都显示，林肯是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最完美的总统。甚至美国总统就职后所去的第一个地方，通常就是林肯纪念堂。林肯最值得称道的成就，便是在任期间废除了奴隶制度，也阻止了美国南北分裂。这件事情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壮举。美国人认为，林肯一生之中心系国家，坚持正义，为美国的强大奠定了不朽的基础。可以说，林肯是绝无仅有的模范总统。他的身上有许多珍贵的品质，他的政治成就更是前无古人。不过，让人们意外的是，即便林肯在美国人心中拥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却屈居第二。谁是那个第一名呢？其实，答案正是我们最熟悉的毛主席。毛主席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不过，
它出现在一个由美国人举行的评选之中，却还是难免令人困惑。美国毕竟是反华的大本营，大量的美国人对中国存在憎恨心理。毛主席作为中国的领袖，也长期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抹黑。那么，毛主席又是如何在这个评选之中胜出的呢？其实，关于这个结果，就连举办方《大西洋周刊》都深感意外。在此后的几篇文章里，《大西洋周刊》以及其他的美国媒体还针对这些问题做过调研，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毛主席在美国乃至全球，其实有着比人们想象中更大的群众基础。人们对于毛主席的崇拜和认可是不分国界的。在美国，曾一度掀起研究毛主席思想的热潮，甚至白宫的政客们对于毛主席的名言也是信手拈来。2008年，美国政客麦凯恩在参与总统竞选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毛主席所说的百花齐放。他说，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允许千花齐放。很早之前，美国总统福特还曾说过，毛主席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杰出人物。如果走进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还能看到毛主席的大量著作摆放在那里。对毛主席著作的研究一向是国际上的大热门。5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一批左翼人士便对毛主席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并在日本进行了广泛的传播。毛主席所作的《矛盾论》在日本的发行量一度达到了30万本。而60年代，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毛主席的著作更是风靡一时。直到今天，非洲、拉美大量的民间革命团体依然人手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毛主席的著作有个很大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易于传播，而且具有极强的实用性。而这正是全世界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需要的理论指导。而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里，毛主席的著作同样在60到80年代迎来了一次广泛的传播。而这一次传播和美国当时兴起的黑人人权运动有关。众所周知，林肯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是白人和黑人之间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平等。上个世纪40、50年代，黑人依然不能和白人同乘一车，不能和白人进入同一个学校。在更为保守的门罗地区，白人甚至对黑人滥用私刑。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1966年，一个名叫休伊·牛顿的美国黑人创立了人权组织黑豹党，希望能够将黑人同胞团结起来，反对来自白人势力的压迫。然而，休伊·牛顿虽然创建了组织，却并没有找到能指引大家前进的思想。他们虽然进行了好几次演说，但总体来说效果不大。白人对他们的这种行动不屑一顾，而身处底层的黑人生存尚且是个难题，更没有心情去搞革命。在迷茫困顿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休伊·牛顿读到了一篇毛主席所撰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立场鲜明地反对种族主义，这让休伊大受鼓舞。他想不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位领袖是支持着他们的。随后他找到了毛主席的更多著作，而在这些著作中有一句话令他茅塞顿开，这句话就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当然除此之外，休伊·牛顿还学到了更多的实用理论。从此之后，休伊·牛顿放弃了单纯而枯燥的街头演讲，他转而把目标瞄准了思想作为先进、最容易团结的大学生群体，向他们募集到了一笔初始资金，同时在他们之中宣传反对种族歧视的思想。在有了一定的资金之后，休伊为黑豹党购买了枪械，组建黑人自卫队来反对白人对黑人施加的暴力。同时他与政府谈判，为黑人争取更多的权利。休伊更是领悟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黑豹党开始不遗余力地帮助美国的底层平民。在经济危机时，坚持为贫困儿童发放早餐，有数万人得到了来自黑豹党的救济。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之下，黑人运动的影响力空前的高，而毛主席的思想也在休伊的推行之下，在美国底层群体之中流行起来。毛主席给予这些黑人领袖的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指导，在行动上，毛主席也对他们表示了大力的支持。在休伊·牛顿之前，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还曾来到中国，并得到过毛主席的亲自接见。与休伊一样，罗伯特深受毛主席思想的影响，在美国社区组织黑人运动，成果斐然。不过也正因如此，他遭到了美国的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避难。1963年，
罗伯特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毛主席能够声援美国的黑人运动。毛主席接到这封信之后毫不犹豫。1963年8月8日，毛主席便发表了反对种族歧视的声明，明确地表示支持美国黑人的人权斗争。毛主席这个雪中送炭的举动不仅赢得了美国黑人群体的支持，许多饱受压迫的底层白人也深受震动。他们认为毛主席此刻振臂一呼，其伟大程度可以与林肯当年的解放宣言相较。1963年9月，罗伯特携家人来到中国，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接见。1965年，罗伯特直接迁居中国，并在1966年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一起参加了国庆庆典。1971年，中美关系即将破冰之际，休伊·牛顿也冲破重重阻力，带领着一大批的黑人解放者来到中国，见到了周总理。在看到中国所发生的许多变化之后，休伊由衷地感慨，这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除了支援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之外，毛主席还曾经公开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支持埃及独立运动。总之，他永远都和人民站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如休伊·牛顿一样的人在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奔走。只要这样的革命者还存在，毛主席的群众基础就永远存在。说到底，毛主席之所以在国际上享有如此声誉，正是因为毛主席是一个真正纯粹的革命者。毛主席的一生一直在为全人类的未来而奋斗，始终坚持着正义的准则，始终反对霸权和欺凌。毛主席所坚持的正是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在所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中，毛主席都是指引他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所以毛主席在世界伟人的评选之中位列第一，虽然出乎意料，却也完全在情理之中。西方的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和抹黑毛主席，但却还有更多的人，无论外界如何抹黑，都明白毛主席是一个真真正正为了人民而奋斗的人。这样一个人永远都不会被忘记。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我们，可在毛主席离世之后，仍有千千万万人追随。毛主席用一生的时间为全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人们也希望在某一天能够真正的消除霸权，建立一个毛主席所期待的没有压迫、没有强权的社会。